皓月的身份已然曝光了，就是因为这驱魔关的最惨一战，皓月为了拯救龙皓晨，不惜施展了自己的黑暗之力，而正是因为自己的天谴之神的战力，直接震慑住了这72柱魔神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改动了原著的，因为在原著当中有这样一个桥段，但是龙皓晨的皓月身份，也就是说天谴之神九头奇美拉奥斯丁格里芬，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施展自己的力量，压制这72柱魔神当中的这3大魔神，而是施展了自己的威压，施展了自己的恐怖的暗紫色的雷电法力。这一刻呢，让这3大魔神察觉了，他的力量可能是属于奥斯丁格里芬，也就是说天谴之神要知道啊，面对这样一位强大的神奇，他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，于是这3大魔神呢，就直接被吓退了。只是他们心里隐约感受到了这天谴之神的压迫感，所以呢，他就直接掉头消失。但是改编从动漫之后，这一出删改却引得众人拍手叫好，你们知道吗？但这一次，就连魔神皇也察觉到了皓月，正是因为他动用了自己的强大神奇之力，他作为天谴之神，世间最强的存在，无人能敌，无人可挡。虽然是现如今作为龙皓晨的伙伴，但即便如此，他内心的九头奇美拉的天性依然存在。而他此时的出手，根据动漫改变的话，他是直接用自己的实力压制了这3位魔神，让这3位魔神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，让这3位魔神意识到，在我面前，你们就是直接被案板上的鱼肉，而我才是神主。这就是强大的天谴之神的实力。没错，就如现实生活之中也一样，只要你实力够强大，你就拥有底气。但相反，如果你实力比较虚弱，那你可能也会胆小懦弱，这就是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天性。那为什么这一次改动，我会非常的举双手赞同呢？因为这样的话，才能真正的彰显出这9头奇美拉那个战力天花板到底有多恐怖。想象一下，这3大魔神在面对9阶刺客圣殿的超级刺客面前，拍手之间就将其直接瞬间，就连其圣彩儿的父亲也是被轻松拿捏。如果按照原作的话，他只是察觉到了，那就不足以直接证明这作为天谴之神的威压到底有多强大。而此时这3尊强大的头颅，再加上他强大的实力，直接压制了自己3大魔神，让这3大魔神瞬间失去反抗能力。这直接证实了这9头奇美拉的身份来者不凡呢。但同时也有人会说，他不支持这样的改动。为什么他不支持这样的改动呢？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改动改变了严重，而这一部分小伙伴呢，应该后面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。毕竟哪一部动漫根据原著没有改动，没有删减，没有调整呢？那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我一定是赞成的。但至于这种改动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？这皓月他即将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而之前咱们也依然发现，整部动漫一直在叙述他的来历，十分不俗，众人无法猜测他真实来历，只有龙皓晨自己也不清楚。所以这样设定的话，也就是没有看过原著的小伙伴，他一定不知道这皓月的真实身份到底有多可怕，连这3大魔神就能够直接被镇压。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伏笔，为之后这皓月成长为真正的9头奇美拉的时候做上一个小小的铺垫。而正是因为这一个铺垫，也能够引出后续的剧情，也就是魔神皇为什么会出动，魔神皇又为什么会杀掉龙皓晨，魔神皇为什么连自己的外孙也会狠心的抛弃，这也就是这一切的铺垫。所以大家，你们觉得这一个改动还是没有必要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小红依旧觉得这一个改动是非常好的，比起原著，更加生动的形象的传递出了这皓月的真实身份，来历十分强大，以真实写造出了这9头奇美拉的强大战力。毕竟这3大魔神的战力我们已然目睹了，如果是没有看过原著的小伙伴就知道，这3人的战力肯定是非常强大的。以目前龙皓晨的实力以及这圣月都未必是其对手，即便是整个迦魔关或整个驱魔关也可能会被他们抬手覆灭。但即便如此，
皓月的出现就直接为之后的剧情做出了足够的铺垫，但其实皓月这一次施展也是冒了巨大的风险，要知道在黑暗的位面，他也是被死亡、圣法神一类的人给追杀呀。他既然为了拯救龙皓晨，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除此之外，这72柱魔神其实本就是为了镇压着九头奇美啦。然而魔神皇风秀，他的实力非常强大了吧？很多人都觉得他才是真正的战力天花板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即便因为他是战力天花板，所以皓月他肯定也知道他自己这一次施展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这魔神皇风秀也非常有可能察觉到皓月的存在。但其实这魔神皇风秀也确实察觉到了这皓月的存在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肯定也不会让这皓月直生存下去。毕竟这魔神皇一直存在的原因，就是要干掉这九头奇美拉，干掉这天谴之神。追皓月为什么又没有被发现呢？主要是因为他这次爆发实力只是昙花一现，要想一下，魔神王风秀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多么的遥远，而他所在的位置又多么的遥远。他俩即便是昙花一现，魔神王风秀是实力即便再过强大，他也不可能马上找到皓月，而皓月他马上又消失了自己的实力，这就足以完美的隐藏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所以这一个铺垫改动的相当之好，不知道各位同学们觉得怎么样？反正小红觉得给他点赞。好了，本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分享更多的内容，还有很多神印王座的解剖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